最近有个网友在 Threads 的这个社群媒体上面说，他一天吃了8颗鸡蛋，结果他发现手毛、脚毛跟头发都长长了。就有人问说，邱医师这样子吃一天8颗鸡蛋到底 OK 不 OK 哈？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邱医师想先问大家，你一天吃的鸡蛋会不会超过3颗？如果会的，请在下方留言区里面打1。如果你的鸡蛋不会超过3颗，请打0。今天邱医师要告诉大家，为什么我要问大家有没有吃到3颗鸡蛋，这个非常的重要，请大家把节目看到最后。一天到底吃多少颗鸡蛋才是安全的？这个在以前的看法跟现在有点不一样。2020年以前，营养专家都建议说我们一天摄取的胆固醇总量不要超过300毫克。而一颗鸡蛋的蛋黄当中它的胆固醇总量看大小了大概也在275毫克左右。那如果以这个标准来看呢，大概一天吃1颗鸡蛋就快超标了，2颗就肯定超标所以以前的营养专家就建议大家说，一天吃1颗鸡蛋就好。但是呢，到了2020年，美国饮食指南呢就有了一个新的改变。取消了这个鸡蛋摄取的上限，它的理论根据是，鸡蛋的胆固醇虽然含量很高，但是呢吃进身体以后它的摄取的效率并没有那么高。也就是说，275毫克的鸡蛋的胆固醇，它未必能完全吸收。第二个呢，我们血液当中胆固醇的高低呢，其实跟肝脏的代谢比较有关系，跟这个食物当中胆固醇的含量多少，反而是没有那么直接的相关性。所以呢，就取消了鸡蛋摄取的上限但是呢，像这位网友这样子，一天吃8颗鸡蛋，到底可行不可行？这个就要参考医学文献怎么说邱医师帮大家找到一篇医学文献在2020年发表在《营养学期刊》。营养学期刊的英文有很多种我们都叫做营养学期刊但这个营养学期刊的英文叫做 Nutrients 它上面有一篇统合分析统合分析我以前跟大家讲过了就是证据力比较强的医学文献收集了已经发表的17篇随机分配有对照组的研究，统合分析以后发现，每天吃3颗鸡蛋，连续吃30天之后呢，发现血中 LDL 的浓度会升高。LDL 就是低密度脂蛋白我们俗称叫做坏胆固醇。其实它不是胆固醇，它是一个低密度脂蛋白，但是它会携带胆固醇，这个低密度脂蛋白会增加，而这个好胆固醇就是所谓的 HDL 高密度脂蛋白呢，并不会升高，没有改变。可是呢，它的比例LDL 除以 HDL 就升高了，因为分母没有改变，分子改变了。LDL 升高呢，它是预测心血管疾病一个非常有力的预测因子。当你 LDL 升高之后，你就要小心了，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就增加了所以呢，这篇论文在最后就建议大家说，可以先验一下自己的 LDL。如果你的 LDL 很低，那你这样子一天8颗鸡蛋可能影响没那么大。如果你的 LDL 已经接近上限值到130了，而你还这样子吃鸡蛋，你的 LDL 肯定会超标，超过130。那这样你就要小心心血管的疾病风险增加所以他的建议说，一天最好不要超过3个。我们的频道已经开放会员制度，欢迎大家踊跃加入会员。加入会员的人有很多福利，你在留言区里面询问邱医师的问题，邱医师都会优先回答。同时呢，你询问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变成邱医师制作下一个影片的题材，来帮助更多的人，让大家获得更有医学根据的健康常识那这个网友呢，他说他一天吃8颗鸡蛋，他怎么吃的他就是早餐吃2个蛋饼，而他每个蛋饼加3颗鸡蛋，那就有6颗，再加上他中餐跟晚餐的分量呢，他认为他一天至少吃了8颗鸡蛋。发现说他的头发、手毛、脚毛还有指甲都狂长所以呢，这个女性呢十分困扰，就在 Threads 上面发文询问说，这样是不是 OK 了那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讲，就是说鸡蛋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嘛。我以前跟大家讲说，牛奶跟鸡蛋都是完全蛋白质的来源，里面有我们身体不能合成的必需氨基酸。如果你要摄取好的蛋白质呢，邱医师鼓励大家多吃蛋，多喝牛奶，因为这个鸡蛋里面呢，它富含了丰富的营养物质，蛋白质不用讲了，丰富的 B 群还有维生素 D， 还有卵磷脂，还有锌这个对我们的人体各个部位的生长发育健康的维持都是非常必要的元素了当一个人呢，如果因为缺少这些必要元素而毛发长不长、指甲长不长的时候，如果他一旦补足了这些元素，当然他的毛发跟指甲就会狂长。可是很多人掉发，像邱医师呢也是秃发一族。我呢秃发是因为雄性素代谢之后产生2氢睾固酮的，破坏了毛囊。这种状况呢，你再怎么补充蛋白质呢，对于秃发的改善是有限的。不过呢，邱医师也有发现说，当我呢在饮食当中或者我的补充品当中增加了氨基酸的成分的时候，我的头发呢的确会长得比较密一点，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到了这个年纪了，再怎么长毛也长不了多长了如果按照这样的推理的话，的确多吃一些蛋毛发会多一点。可是呢，大家回到刚刚那篇论文所讲的，一天还是不要吃超过3个鸡蛋，对你的健康比较有保障好，最后呢补充一点邱医师曾经在以前发表的一个影片当中跟大家讲说，很多人呢去做健身房的肌力训练呢，都希望训练好以后肌肉能够长得多一点，所以呢健身教练就会建议大家说，在运动后最好在几个小时内就要补充乳清蛋白。但是呢，2025年发表在另一个营养学
学期刊《The Journal of Nutrition》，它里面有一个临床试验，就是把受试者分3组，一组是在强力运动之后补充乳清蛋白，另外一组补充植物蛋白，第3组只有喝水，检验他们在阻力训练之后5个小时之内肌肉合成效率有没有差异。结果发现说，这3组合成肌肉的效率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平常时氨基酸的补充就是很重要的。如果你在平常时摄取足够的蛋白质，你身上有足够的氨基酸，其实你在运动后要不要急着在5小时之内补充，并不是那么的重要了哈。运动的刺激才是促进肌肉生长发育最大的一个因素啊。大家记得，如果你要预防肌少症，一定要怎么样？要多做阻力运动。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频道，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获取最新的讯息。我们下回再见，各位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请在下面按个赞。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请按订阅。下回见。